判断一个球星能否以大当家身份带队夺得 NBA 总冠军，无非综合2点考虑：个人能力，带领队友打出好比赛的能力。塔图姆和恩比德都属于个人能力强，但还没有强到历史级巨星行列。而在带领队友打出好比赛这一项，他们更偏重于做得分手去影响比赛。最直观的是季后赛，看过他俩这些年在季后赛中的起伏表现，失望的人越来越多，不看好他俩能带队夺冠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恩比德个人层面的问题是，他只能打中锋，却喜欢玩外线球员的花活。他总是喜欢炫耀自己是多么的无所不能，却没有一项随时可以杀敌赢球的招数。现代篮球需要中锋会投3分，他会，但不准。现代篮球不需要中锋有很强的背身技术，恩比德练就了一定程度的面框单打，但中距离没有很准，至少在季后赛没那么靠谱。然后他还能去到哪呢？还是和过去的中锋一样，去到篮下打了。问题又来了，他下盘力量不行。几年来遇见过霍福德、小加索尔等苦主，他经常出现顶不动老迈中锋打不进球的尴尬场面。现役常人球星之间的对比，恩比德没有约基奇一枝独秀的组织能力，没有字母哥极强的冲击篮筐的终结能力，没有戴维斯无缝融入任何战术体系的吃饼能力。他只是什么都会，但没有哪项可以在季后赛屡试不爽的用来连续得分，以帮助球队拿下关键比赛。塔图姆的问题就更直接了，他在东部时而打不过巴特勒。这几年才开始看球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巴特勒很牛逼，但其实巴特勒天赋算很低的了。角色球员起步，打成顶级3D，然后开始学着控球，从不知道怎么传球到还算合格的组织者，生涯经历为公牛到森林狼到76人到热火，直到顶薪签约热火。巴特勒奋斗到30岁才真正成为一支球队的老大，属于大器晚成的代表。2020年，巴特勒不满31岁，和已满35岁的詹姆斯在总决赛交手，证明了他无法和詹姆斯这种历史最强一档的球星比较，能力上限差一些。塔图姆新秀年比刚入联盟前几年的巴特勒强得多，但问题是，他年龄上去后球技长得慢呀，就像当时新秀利拉德比新秀库里强，但打上几年才发现利拉德完全打不过库里啊。随着职业生涯年数增长，一个最开始看起来天赋不如你的人，最终所达到的能力上限却比你高。经过这几个赛季，尤其是去年总决赛的糟糕表现，塔图姆体现出来的是，他的上限可能不太高。恩比德这几年打下来也给人这种感觉。什么是个人能力的上限呢？这个上限对于一支球队夺冠有什么关系呢？个人能力的上限就是一个球员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达到的个人能力的顶峰强度。比如提到科比，就会有人跟你说06年他有多强；提到艾弗森，就有人跟你说01年他打得多么英雄；提到小托马斯，就有人跟你说17年他末节多么能砍分，他常规赛场均得接近30分有。当一个球星在之后赛季的表现持平或者低于巅峰赛季的表现，就说明他的上限至此，不能更高。恩比德和塔图姆都是个人数据逐年提升，但本赛季的数据已经高到了他俩之后提升不了多少的地步。这种时候，要打通人们对他们上限的期待，就只能是季后赛打得很好。观众大呼一句真巨星，可他们拉胯的系列赛有点多呀。恩比德比塔图姆年龄大，拉胯的尴尬场面也更多。76人的阵容我一直觉得比较畸形，但也没人知道以恩比德为核心，该如何配队友才能夺冠。凯尔特人的阵容这几年一直挺不错，但要劲儿的时候，塔图姆经常没有证明自己是铁打的巨星。我们从一开始往后数吧。2018年残阵绿军打到东决，塔图姆还说不上是老大。2019年阵容完好，被雄鹿复仇，塔图姆逐渐被推上老大位置。2020年带队被巴特勒击败，这时他开始承担老大的责任，一时被喷得厉害。2021年带队跟强的开挂的篮网打，个人数据没问题，不怯场，但赢不了的系列是啊，说的再多都没有意义。2022年首轮横扫篮网复仇，对打的是一个变相就可以过的杜兰特，他表现优异。次轮打有伤病的雄鹿，塔图姆比赛赢了，但场面上字母哥明显不比他差。东决又打巴特勒，又是赢了，但看过比赛的人都会说巴特勒打得更硬。但在总决赛直接被库里打出档次差距了，被维金斯防到怀疑人生了。塔图姆目前的 NBA 履历，球队成绩一直挺不错，但个人表现总是差强人意，没有达到让人觉得很强的地步。虽然说现在他也才25岁，但一直不进阶，喷子只会更多，压力只会更大。
当家球星的上限对于一支球队夺冠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去。篮球场反映个人作用的很直接的一个问题，5个个人能力不很强但打得很默契的人，和拥有1个个人能力突出但5个人打得不那么默契的队伍打，那边更有机会赢得冠军。在 NBA 这个层次体现出来的是，后者更有希望夺冠。从90年代至今，除了2004活塞、2014马刺算团队的胜利，NBA 总冠军球队的当家球星或者说 MVP 如下：奥拉朱旺、乔丹、邓肯、奥尼尔、韦德、加内特、科比、诺维茨基、詹姆斯、库里、杜兰特、莱昂纳德、戴维斯、字母哥。看看这一串名字，如今的塔图姆和恩比德可以和谁比更强？加内特黑粉可能会说，印特从没有很强，但凯尔特人内部一直承认，加内特是那支凯尔特人的核心，是他支撑了凯尔特人坚不可摧的防守体系。戴维斯黑粉可能会说，没有詹姆斯，戴维斯什么都不是。说这话的人，我建议你去看看20年戴维斯恐怖的可以投死人的中距离命中率。字母哥黑粉可能会说，字母哥除了内线造杀伤，技术能力低下，但字母哥证明了，给他安排一堆射手拉开空间，他可以给一支小球市球队带来冠军。塔图姆和恩比德能赶上这几个稍微还可以碰瓷的巨星吗？未来的事需要他俩努力争取提升，现在的他俩还没有达到这些名字的高度。塔图姆半决赛第7场以51分的巨星表现淘汰惨不忍睹表现的恩比德进了东决，现在又要面临巴特勒的考验了。从阵容厚度，我其实看好绿军能进总决赛，但我希望塔图姆在个人层面努力压倒巴特勒，这可是快34岁的人呀，你得干得过别人，日后才好说自己是超巨啊。总决赛也是压力山大的潜在较量，要么打詹姆斯，很可能会打约基奇，快奔40的老詹不会打不过吧？还没拿过 MVP 的塔图姆打得过2次 MVP 得主约基奇吗？未来的事需要自己努力争取。在此刻，塔图姆还没有达到巴特勒、约基奇、詹姆斯、戴维斯所取得的高度。冠军的分量就是有这么沉，那是塔图姆需要突破自身极限去触碰的东西。篮球世界的竞争就是这么直接而残酷，胜利者只占很少比例，能带队拿冠军的领袖也只有少数人。在一支阵容足够出色的队伍打球，如果当家球星迟迟不能带队夺冠，他就会变成德罗赞，被交易后只能安慰自己打得已经不错了。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喜欢篮球的你记得订阅小六的频道哦。